嗨，我是回形针的制作人吴松磊。11月13号晚，我们发布了回形针的第100期视频。嗨，我是回形针的制作人吴松磊。这是回形针这个系列的第100期节目，很高兴我们可以健康的做到这100期，也很高兴能和你们共同成长，从0到100。所以为了小小的庆祝一下，我们准备了一个解谜游戏，可能有一点点难，但是还挺好玩的。另外我们也准备了配合谜题的直播，现在我们 B 站频道的直播已经开始了，只要有人完成了第1阶段的解谜，找到了我们正在被直播的这个场景，那么我们准备的直播内容就会正式开始。可以透露的是，解谜的终点会在一个网站，最先到达的第一人可以从这3个价值1万元以上的神秘奖品当中任选一件，之后到达的9人可以获得剩下奖品的碎片。对了，关于解谜的线索已经放在这支视频里了，希望你可以玩得开心，期待和你在终点相遇，拜拜。和你看到的一样，这支视频是一个解谜游戏，之后的2天2夜有几千人参与到了这场共3个阶段的解谜行动中。最后在11月15日的下午1点29分30秒，一个名为 Mashiro Saber 的 ID 首先完成了最终阶段的解谜。接下来我们会回顾这2天2夜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们从第1阶段开始。关于完成第1阶段的所有线索都被刻意的放进了视频里。首先是最明显的线索，倒放的录音，我们把开头倒放就能听到。12位数是球赛开始的时间。然后视频里不自然的声音和结尾闪烁的频谱图会提醒你找到这支视频的声音频谱图。我们会看到 Remarks 和一个指向右边的箭头。在视频发布后的10分钟内，这2条信息就被发布到了评论区、解密群和社交网络。而第1阶段最重要的线索是这张隐藏在电脑桌面上的路线图。实际上在我们发布的第100期预告图中也藏着这张图。做自动色调处理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全貌，我们的推理过程也将围绕它展开。理解这张图的关键是各个元素之间的连接关系。右上角的 iPaperClip.net 与左上角的 VOL.G.56-1-1 相连， VOL.G.56-1-1 再连接左下角的2个 VOL， 最后连接左上角的12个 X。 右下角这串二进制的意思也很简单，把二进制转换成10进制就是124秒，也就是2分04秒。而 VOL 当然是我们节目的编号前缀，所以这张路线图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通过 iPaperClip.net 找到左上角的节目，根据左上角的节目找到左下角2个红圈里的节目编号，再通过这2期节目的2分04秒推理出左上角的12位数，结合声音倒放的线索，这12位数也就是比赛开始的时间。那开始吧。iPaperClip.net 是我们今年4月底发布的当代百科全书回形针手册的域名，在回形针手册的首页可以很轻松地找到居类、交通运输仓储邮政页。展开这个条目下的子条目就能找到56-1-1航空旅客运输。在这个条目的底部有一个相关视频，这就是左上角这串字符对应的视频，第21期如何科学的给机票定价。这时就需要用到第2个线索了， Remarks 和向右的箭头。仔细观察机票这期，你可以在登机牌上找到 Remarks 一串备注编号。即使你没发现，如果你注意到原视频系统时间的1分50秒，你也可以找到这张登机牌。现在我们有登机牌，有 Remarks 和箭头，我们要找的是左下角2个代表节目编号的红圈里的数字。红圈、数字、箭头。把备注编码移动到右边的红圈里，对齐，答案就出现了，69和52。在回形针第69期和第52期的2分04秒可以找到一张验光单和球赛结束的画面，时间相减就是球赛开始的时间。即使不把期对齐，这2个红圈也只能圈出8种组合，但只有69和52这一组才能找到球赛。把时间带入右上角的网址，输入机票的常旅客号码，把插头插上，进入第2阶段的倒计时就开始了。当然还有一种非常曲折的解谜方式，在这里就不赘述了。无论如何，视频发布后的第64分钟，11月13号21点48分，一个来自广东的 IP 第一个登上了这个网址，插上了插头。之后我们会在直播画面里看到有人陆陆续续的登录网站，玩弄一会儿插头，再把插头插上。另一方面，不少程序员也开始了暴力破解，因为12位数是时间格式，所以破解需要花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11月16日凌晨2到3点，多个暴力破解项目陆续完成。凌晨3点21分，第1阶段的网址被公布在了直播弹幕中，网站在线人数开始激增。此时倒计时还剩下6个半小时。
天亮后，随着进入网站的人越来越多，参与解谜的玩家也出现了2种声音，一类是主张拔掉插头的拔派，一类是希望插上插头的插派。拔派希望让更多人参与到第2阶段，因此呼吁大家拔掉插头，所以出现了高速插拔插头的机器脚本，让正常的玩家完全没有机会控制插头，而倒计时也基本停滞。为了击败拔派，插派也用上了防拔插脚本。这类脚本的原理都非常类似，因为正常用户的 IP 地址只能用鼠标点击的方式做单次控制，而脚本可以通过控制一个上千个 IP 的 IP 池，在几秒内轮流执行拔插操作，从而完全控制插座。防拔插脚本的运行让插头被死死地焊在了墙上，以至于你根本看不到插头的变化，只能通过电量变化感受到你确实让插头断开了 0.0 几秒。由于大量脚本的存在，从14日9点40分网站的 TCP 连接数就开始飙升，从1200到2000，一度达到了6059。而在17点50分，我们的原站 IP 又经历了一轮峰值高达 16.57 Gbps 的 DDoS 攻击。此时后端接口已经完全失效，无法支持第2阶段的游戏。所以在倒计时到15分13秒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暂停计时，开始搬家，为第2阶段找一个可以配置 DDoS 防护的新 IP 和新网址。晚上10点20分，新网站重新上线。同时，我们也为15分13秒设计了一个新谜题，谜底是第2阶段的新网站。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谜题，时间线索会让你找到1分33秒和3分11秒，对比15期和第13期这2个时间点的画面，可以很容易找到这位大叔的突发面积，也就是右下角新网站的地址。到10点42，已经有人成功进入网站，插上插头。之后，网站的连接数开始飙升。终于，11月14号23点09分，倒计时结束，第2阶段开始了。倒计时的目的是为了让没有第一时间看到视频的观众都有机会参与，也是为了第2阶段积累玩家。第2阶段的初衷是想让大家交个朋友，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实时反馈，并且需要参与者相互协作完成通关的游戏。这是我的设计初稿。红色色块是障碍物，碰到就失败；蓝色色块是敌人，可以用攻击消灭。通关条件是碰到这2个黄色色块。而下面的20个跳和20个攻击按钮则对应回形针在这个位置做出的动作。每个按键点击的人数越多，跳得越高，攻击力越大。再做些微调，加入美术，就是第2阶段直播的游戏了。美容开始之前有30秒准备阶段，每一轮每个玩家都可以对每个按钮选择按或者不按。倒计时结束后，回形针会按照准备阶段所有玩家的按钮数值行动。一轮游戏结束后，数值清空，再次进入30秒的准备阶段。前4格的设计目标主要是教学，玩家需要在前3格不跳，用攻击消灭第1个敌人，然后用一个足够高的跳跃数值跳过后2个障碍物。而如果有人故意在一开始就点跳，那么永远都无法通过前3格。对于进入第2阶段的玩家，第一反应会认为这里是一个投票游戏，攻击和跳跃哪个的票数高就执行哪个动作。但其实没那么简单，选择跳是不够的，跳得高才是关键。经过混乱的前30分钟，玩家的第1次合作通过了前4格。到凌晨1点20，所有在线的玩家已经可以通过合作把游戏进度推进到50%。但在凌晨1点53分，脚本哥出现了。我们无法得知这名玩家的 ID， 所以只能和弹幕一样叫他脚本哥。脚本哥的方案是在浏览器控制台添加一段向服务器不断发送请求的代码，从而提高每个按钮的点击数值。但即使可以刷数值，要通关也没那么容易。而脚本哥不仅写出了脚本，还找到了 bug， 在本应该跳起来必死的游戏起点，直接跳到了终点。这个 bug 和我们游戏的实现方式有关。游戏里回形针跳跃的本质是在 Y 轴上的移动，以某个速度上升，再落下。看起来上升是一个连续过程，比如它可以像这样在1秒内上升450个像素，但其实没那么连续。我们的游戏设定为45帧，这意味着看起来流畅的游戏画面其实是由每秒45个静态画面连续切换构成的。那么刚刚这个跳跃的本质其实是每秒位置改变45次，每次瞬移10个像素。而判断回形针是否死亡，则是在每个瞬移结束后检测回形针是否和障碍物在坐标上重叠，如果重叠就判断为死亡，像这样。所以理论上来说，只要每秒瞬移的距离够大，是可以直接穿过障碍物而不判定为死亡的。文件夹和回形针的高度都是50像素，所以为了让回形针穿过文件夹，每帧需要瞬移100像素，也就是每秒的跳跃高度超过4500像素。而脚本哥显然可以做到，用每秒6510像素的超级撑杆跳，直接跳到了终点。虽然这种通关方式完全在我们的意料之外，但意外也是这场游戏的一部分。第2阶段开始3小时后，
11月15日凌晨1点59分，第3阶段的入口打开了。如果你正常完成了第1阶段，那么在脚本哥通关的那一瞬间，你应该就能看懂这张通关画面。左边的图形和52期2分04秒的球赛结果完全一致，而右边是 SHA-1 一种哈希加密算法。如果你看过回形针第75期，应该就还能记得，任何数字经过哈希加密都可以得到一串40位16进制的字符串。所以把左边的信息用 SHA-1 加密，加上后缀 iPaperClip.net 就能进入最终阶段的页面了。为了防止你不确定要加密哪个词，只要输入对了这5种组合中的任意一种，都可以定向到最终页面。就是这里，网页里很清楚地写明了最终阶段的规则。根据这个页面的线索推理出 A、B、C 3个线路对应的条目，完成编辑就能获得对应的奖品。编辑记录的时间会作为最终排名的依据。这里藏着2条线索，一条是页面背景里的图像，简单处理后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另一条是 A、B、C 线路奖品图片里右上角的数字，我们也处理一下，分别是0300、0235、0350。看起来是不是有点熟悉？确定节目编号，找到时间，推理答案。如果这3个数字是时间，那就很清晰了。只要找到 A、B、C 3个线路分别对应的节目编号，对应时间的画面就是谜底。再看看黑色方块里的1和白色方块里的0，其实对应的是原视频里3个奖品的黑白闪烁。奖品 A 是黑白黑白黑白，也就是101010，换算成实境制是42，即42期节目。同理，奖品 B 是10101，第21期，奖品 C 是101，第5期。所以路线 A 对应的条目是回形针第42期的3分0秒，宠物饲养。路线 B 对应的条目是回形针第21期的2分35秒，航空旅客运输。而路线 C 对应的条目是回形针第5期的3分50秒，影视特效创作。进入这3个条目，你会看到我留给你的位置，完成编辑，解谜就完成了。我们可以通过查看回形针手册全站的编辑记录，找到最先编辑这3个条目的用户。在第3阶段开始12个小时后，11月15日13点29分，第1条正确的编辑记录出现在了路线 C 对应的影视特效创作，编辑者的 ID 是 Mashiro Saber， 第1名出现了。下面是他的获奖感言。大家好，我是 Mashiro Saber， 一个人大的小透明 ，ID 来源真白和 Saber， 不过提纲李帆才是我老婆。很开心能成为这次解谜游戏的第1名，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那位脚本大佬，感谢回形针，感谢半夜爆肝的无 sorry， 记得多看第15期哦。希望未来回形针越办越好，继续带给大家更多新奇有趣的科普。200期如果还有解谜活动的话，我也会继续参与哦。最后夹带一点私货 ，IG 牛逼 ，IG 明年加油！根据规则，他选择了线路 C， 所以获得的也就是线路 C 的奖品，大于1万元的回形针节目抽奖周边。但他也错过了 A 价值15000的抽粪3轮车和 B 价值11000的纯金金条。而之后到达的9人则可以获得剩下奖品的碎片 ，A 是抽粪车的轮子和抽粪管 ，B 是金块 ，C 是周边小礼包。恭喜大家，你们都很厉害。最后，我想聊聊这次谜题设计的基本原则。第一，为了让尽可能多的观众参与，所有谜题不需要用到复杂的专业知识也能解开。第二，所有刻意给出的线索都有意义，都是推理链条里的必须要素，而其他辅助线索即使找不到也可以完成解谜。3. 尽可能让逻辑链相互衔接，比如通过对常旅客号码、球赛画面、二进制、节目编号等线索的重复使用，即使单个环节被暴力破解，也无法顺利通关。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观众在解谜群里找到了自己的同类，找到和自己兴趣一样的人并不容易。让回形针的观众都能成为朋友，也是我们第100期节目的初衷。无论如何，和你们在一起玩很开心，拜拜。